有新机发布啦！这2个月也太热闹了吧，各家的新机都发出来了，荣耀现在也来交卷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？这2年荣耀的手机越来越走出了自己的特色，而且今天的这一位非常有意思。荣耀这个外观是有一点倔强在身上的，4曲面屏，熟悉的味道。这一代的摄像头还是一个3角排列，标准版和 Pro 版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看起来只有大小的区别。不过白色的 Pro 配上这个模组，倒是有一点蜘蛛侠里斑点的感觉了。把手机拿在手里，重量会给你一种很有实力的感觉。具体是什么实力呢？先卖一个关子。话说啊，不管是荣耀的手机还是系统，你们会不会总觉得有一点过去的影子？我从前几代开始就一直有在用荣耀的各种机子。说实话，荣耀的系统已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Magic OS 8.0的很多功能都是让人能够出来的程度。感觉荣耀很愿意去设计一套使用习惯，而不仅仅只是一个新功能。就比如说这个任意门。话说你们有没有注意过自己在用手机的时候，总会有一些肌肉记忆？给你们测试一下哦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手指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？按照经验，你需要点开加载，还要跳转 App， 进去之后再点一下更多高德地图，最后才搞定。这些操作都能够条件反射了，没人想过这个还可以优化。但看这个长按一拖，开始导航。是不是很离谱？这个功能其实是这样子的，假如说这里有一串口令，只需要长按，你看它就被提取出来了，然后再往边缘拖动，这里的这一大截图标就是 AI 猜测的你可能要用到的 App， 拖到一个图标上面松手，就直接呼出小窗，不管是文字还是图片都可以拖。如果是你们的话，能够想到什么样的玩法呢？给你们看一下荣耀的脑洞啊，它可以发图给朋友，识别个图找同款。甚至还能理解你可能有设置日程的需求、打印的需求，还真有点人工智能的感觉了。为什么说荣耀细呢？微信里拖小图，它会提示你点进去拖，可以更高清；打印东西拖外面，会告诉你点进去拖标题，就怕你不会用。这个引导比星空都好。This just works. 甚至会不会有些小伙伴想说，那很多 app 本来就有一个长按菜单啊，这不是冲突了吗？嘿，荣耀也想到了，给你们展示一下。小红书里面长按的话呢，是会有反馈提示的，你只要再长按一会儿，你就可以用这个任意门了。嗨，还真想教我怎么用手机是吧？这个是相册搜索栏，大家应该都见过，但这样也能搜，太离谱了！来个 AI 可能看不懂的中文，它还是能搜。如果我搜充电，甚至会把我所有拍摄充电的照片全部筛选出来。这个语义的理解能力太夸张了，基本上只要你输入了一段中文，荣耀的相册都会想办法理解这段文字的语义，尽可能的帮你搜索。我想问你们一下你们在用的手机上面有什么特色的独占功能吗？这2年荣耀最让我惊喜的，反而不是硬件的突破，甚至不是前面说的那些新功能，而是前几代都有的老技术一直在坚持迭代。这一点真的比很多厂商都要用心，甚至已经融入到了手机里面，变成用户使用习惯的一部分。就比如说上代里面我很喜欢的全局收藏，跟小红书、抖音、微博简直是绝配。3根手指一起下滑，网页链接自动保存，图案的图片也会排版收藏，连视频也能识别视频播放的区域录制进去。但这一代又进化了，现在它有了自己独立的 app， 而且它还能像文件中转站挂在手机的侧边，随时调用，比之前还更合理了。真脑的小伙伴可能知道，荣耀的气息唤醒也很有特色，抬起来直接说话。明天要带伞吗？不需要任何唤醒词。是否需要带伞主要取决于明天的天气状况。没记错的话，这已经是2代折叠屏之前的功能了。如果在输入的时候抬起来，甚至能直接语音输入。这都是软件上的，硬件上呢，荣耀的电池更是重量级，青海湖电池，知道吧？谁把房卡揣我这？这一次变成青海湖2代了，不过要我说，这名字不好，应该叫青海湖 Zip。更轻，但容量更大。还记得它的重量吗？差不多233克。据说速比版能做到225克，轻是算不上轻了，但电池直接冲到了5600毫安时，你就说值不值吧？荣耀这一次甚至搭上了一块能效增强芯片 E1，配合电池管理系统增强续航，甚至在低温环境也能减少电量衰减。哪怕是护眼、高频 PWM 调光都在进步，从最早的1920赫兹到2160赫兹，再到现在的新一代绿洲护眼屏的4320赫兹。而且荣耀很明显不是在闭门造车，只搓护眼。产品经理怕不是高强度冲浪，什么3000尼特、4000尼特、4500尼特，荣耀直接5000尼特。
而且可能有些小伙伴不知道，很多手机标注的亮度都是理论数据，但荣耀它还真老实。相册里面播个视频，实测4983尼特，性能也跟着8 Gen 3迭代了一下，30分钟原神，最高画质平均59.2帧，正面温度43.8度，在近期测过的8 Gen 3手机里面算调得不错的。有一说一啊，这些功能搞来搞去都快成荣耀的刻板印象了，甚至有时候我想截屏的时候还会纠结到底是3指还是指关节敲2下。但我觉得 Magic OS 更好玩的是它还有吸收其他人的能力，灵动胶囊。动画做得不错，甚至 AOD 是不是也很眼熟？甚深指还是全天候的，还能显示通知的具体信息，根据环境光实时调整亮度。这还没完啊，像隔空手势一类的都还是熟悉的味道，屏幕跟随人脸也没丢，而且啊，连卫星通讯都在这一次跟上了，估计这也会是今年旗舰机的一个趋势。怎么说呢？荣耀这一套系统弄到现在就有种集大成的感觉。注意到的小伙伴可能注意到了，这一次拿到 Magic 6 Pro， 我也用它拍了一些照片，主摄画质比较扎实。这一次甚至加上了可变光圈，2级光圈虚化的区别大概是这样。长焦这一次的硬件也有了变化，首发了一个 1.8 亿像素，加上1.49英寸的 CMOS， 默认68毫米焦段，在长焦里还挺特别。而且荣耀的抓拍模式，长焦也是可以调用了，打开这个小人就能开启抓拍，甚至你可以让它自动抓拍。理论上识别到猫猫狗狗就会自动拍一张，关键的是也不会跟你手动抓拍冲突，等于是多了张照片用来保底，还挺好用的。总的来说呢，荣耀这一台机子真的很好玩，在很夸张的参数之外，它是真的有去思考自己的产品定位的，把硬件和软件的能力更深层次的绑定在一起。一块好的屏幕在亮度以外可以有更多的玩法，好的硬件之外也可以思考更多的软件功能。荣耀这些年经历了很多，荣耀不可能成为华为，也已经不再是华为，甚至荣耀自己也期望自己能成为华为最强大的竞争对手。不被束缚的荣耀需要走出自己的道路，在 Magic 6 Pro 上，除了新硬件，软件功能有创新、有进步、有学习，产品力也足够，这样我对荣耀接下来的产品还会有更多的期待。OK，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